这期视频来复盘一下宇智波兄弟与仙人斗一战，看看斗到底是被剧情杀还是真的技不如人。往后我会持续解读火影和博人传的一些经典战斗，动画与漫画有冲突的地方都以漫画为主。那么点个关注，开始本期视频吧。战斗开始前，我们先来理一下两边的配置，看看战局对谁比较有利。先是斗这边，斗在短时间内掌握了仙人模式，同时移植了大蛇丸、水月、香菱、重武和银人五人众的能力，并且还学会了灰兔转身。但考虑到四战局势，斗并没有把灰兔忍者调回来保护自己，相当于自己办掉了自己最强的忍术。再来是宇智波兄弟这边，此时的佐助已开启了永恒万花筒写轮眼，须佐龙户能开到第3阶段，又则是以灰兔之躯迎战，极大弥补了自己燃烧体虚的缺陷。但值得注意的是，灰兔之身所带来的不死之身和无限查克拉等 buff 并不是有自己的能力，这和卡卡西驾驶6道完全体须佐上万联军披上9尾查克拉外衣一样，只是一张别人所赐予的临时体验卡而已，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才会有的一次性外挂，而这种特定条件还无法由佑本人来启动，这和都自己学会灰兔转身有本质上的区别。这就好比我们在讨论天天出点牙的实力时，肯定会把9尾查克拉外衣这部分的能力排除在外，不可能因为你临时用了一下9尾查克拉，9尾查克拉就成了你常规的战力了，对吧？请大家严格区分自己的能力和别人给的临时外挂这点。所以就两边的配置来说，就已经对都很不公平了，更别说这场战斗还是1 v 2。说完配置说目的，宇智波需要通过幻术控制斗，从而解开灰兔转身，所以不能杀掉斗。但是佑和佐助真的有能力杀掉斗吗？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再看。斗这边其实也一样，他想夺取佐助的身体，所以也只能活捉佐助，而又是灰兔之身杀不死，只能想办法重新夺回佑的控制权。方法就是将带有灰兔符咒的苦物插入灰兔佑的后颈，因此即便体术并不是斗的强项，斗也必须要想方设法与佑晋升。这样一看，斗这边的操作难度明显要大于宇智波兄弟。综合来看，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对斗极不公平。战斗一开始，斗便闭上了眼睛，戴上了帽子来防止写轮眼的视觉幻术，同时靠着蛇的体温和嗅觉感知来锁敌，丝毫不影响战斗。随后斗放出4条巨蛇攻击兄弟俩，佐助开启2阶须佐来迎击，又再次提醒佐助不要做得太过火了，但佐助比佑看得清，眼下都已经得到了大蛇丸的力量，没那么容易死掉，所以从一开始佐助就没有手下留情，他一直都是抱着杀掉斗的心态在战斗。与此同时，佑也开启了2阶须佐，靠着灰兔之身，佑总算能把大招当平 A 用了。又抓住巨蛇后，佐助的须佐便去扯斗的帽子，斗则用蛇分身脱身，并死3个处。这些蛇如同影分身一般，连佑的万花筒写轮眼也无法辨别哪个是真身。佐助用草剃剑插住一条，却被蛇脱皮溜走。又拽着的4条蛇通过水月同款的水化之术摆脱了控制，草剃剑化身的蛇也通过香菱的体能自愈恢复了伤口，并且他们都通过中午的能力提升了强度，而这些能力都却有点瞧不上，因为此时的他已经在龙地洞修炼出了连大蛇丸都无法掌握的仙人模式。都这里说了很多话，暴露了位置，佐助便朝声音处射了一箭，却被都轻松躲过。佐助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毕竟2阶须佐射出的箭速度极快，快到团藏没办法接应，只能让铸剑细胞反噬自己，从而让箭偏离攻击轨迹，快到卡卡西直言不用神威自己就死定了。而这在仙人斗面前只是不入流的小把戏罢了。在仙人模式下，都能通过自然能量获得强大的感知能力，从而提前预判敌人的攻击，做出反应。加上水月、香菱、重武的能力，现在的都又肉又灵敏。战前佑还提醒佐助不要下死手，现在看来实属多虑。仙人斗的感知预判、躲10前剑之类的攻击，屏蔽视觉、无视阅读等视觉幻术，脱皮破天罩、水花命运手里剑和须佐的物理攻击，体能之语加上自己顶级的医疗忍术修复疗伤。请问这两兄弟，你们真的有办法干死斗吗？什么？你说别天神？这不是早被佑用了，还在 CD 中吗？况且又会别天神吗？接着往下看，都褪去蛇皮，露出完美仙人之姿。和妙木山的仙人模式不同，龙地洞的仙人模式并不是动物特征越少越完美，相反，越是完美就越是带有龙的特征。这点和4月的仙人模式是一样的。随即都使出第一个仙术百击之术，又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他下意识跑去佐助身边，准备保护佐助。百击之术就是通过强光和强震无差别攻击体感的仙术，都靠着水化之术和屏蔽视觉不受影响，但这两兄弟却难以招架。佐助被震得无法继续维持须佐，须佐虽然防御等级很高，但没办法抵抗声音、光线、毒气之类的东西啊，都直接朝佐助冲去，准备一口活吞了他。又虽然也睁不开眼睛，但他料到都会攻击佐助，于是用须佐往佐助身
前锤了过去，赶跑了斗。很明显，这里又吃到了灰土之身的红利，不然以他身前病殃殃的身体状态，他的须佐怕是比佐助消散的还快，不然的话都在这里就已经拿下双杀了。战斗来到第3回合，佐助的千鸟锐枪在被斗躲过后，两人又重新架起了须佐，一个射箭，一个用8板勾玉，都是往死里在打斗。之前还说什么手下留情啊，活捉斗啊，这下已经被斗的实力打脸了。在两兄弟密集的攻击下，斗腹部的蛇中了一箭，被插在了石柱上，恰好刚刚的草剃剑也插在旁边的石柱上。佐助觉得斗为了脱身肯定会去抢剑砍腹部的蛇，为了阻止斗又也跑了上去抢剑，但显然佐助低估了斗既可以用查克拉手术刀砍蛇，又可以用水化之术脱身，根本没必要去抢剑砍蛇。斗这里是故意中箭又故意去抢剑，好引诱对面和他近身的假动作，因为不管是重新控制右还是活捉佐助，都必须要和他们接触，都从始至终都在找近身的机会，但是又同样也在找与斗近身的机会。看右冲了上来，斗立马用水化之术摆脱了控制，一剑捅穿了右的身体。然而这只是压分身，右立马接下剑砍向斗，可仙人斗有感知预判，迅速闪躲了攻击。但搞笑的是，斗刚学会仙人模式没多久，估计实战都没用过几次，他忘了自己现在是带把的，所以在有能力完全躲避的情况下，没能完全躲避。他的龙角被右砍了下来，与此同时，右的全新幻术伊叶娜美也发动了。和之前的视觉幻术不同，伊叶娜美是触觉幻术，需要通过与对方身体接触来启动，但这里仅仅只是启动而已。伊叶娜美要完全生效，必须要重现刚刚的触感才行，也就是重现斗捅右这个场景。不仅如此，伊叶娜美当初是为了惩治滥用伊叶拉奇的人开发的，它只对自我否定、自我逃避、认不清自己是谁的人才有效果，对绝大部分人是无效的。那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进一段回忆，给斗补上自我否认、自我逃避、认不清自己是谁的人设就好了呀。那这下斗就完美符合伊叶娜美的生效条件了。别人的回忆杀都是用来铺垫后面的高能爆发，斗这段回忆妥妥低 buff 啊。于是战斗来到第4阶段，又开始找寻与斗再次肢体接触的机会，斗率先冲了过来，又拿剑挡下。注意，这里虽然右和斗又接触了，但并不满足伊叶娜美生效的条件，必须要等斗拿剑捅右才算情境重现。接着斗发动了他的第2个仙术无极转身，至少能赋予无极物生命并加以控制。斗控制中乳石柱刺向兄弟俩，速度极快，佐助根本没反应过来，右的反应比佐助稍快一点，用须佐保护了佐助，但自己则被刺中。这里已经是佐助第2次差点被斗单杀了，又也是靠灰土之身才保住了性命。之前很多人说斗占了第一例，可无极转身又不是只能控制中乳石柱，这术的有效对象可是一切无极物，斗不管在哪里都有地利。况且纵观整场战斗，斗也就在这里用了一下中乳石柱吧，怎么被传的好像斗占了个大便宜似的。趁右的灰土之身还没完全复原，斗拿着符咒朝右冲了过去，佐助用天照架起防护罩阻隔了斗，同时火焰的高温也让中乳石柱复原了。于是斗准备发动他第3个仙术传艺元影，这招只要将其他人的细胞吸收到体内，就能发动那个人的术，连血祭仙界都不例外，理论上就没有不能发动的术。斗的细胞库很大，整个灰土大军的细胞他都有，只要都准备充分，他可以发动整个灰土大军的能力。但这里他只向我们展示了文中的能力，其他人的细胞可能还没来得及吸收和适应吧。这下佐助慌了，焦急地问右伊叶娜美还没好吗？右回答说他正在准备，还需要一点时间，毕竟情景重现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另一边都先发动了左近的双魔之术，这样就多出了一双手来。接着是次郎坊的土路翻转，用来移开被天照烧着的地面，然后又用鬼童丸的蜘蛛朝开捕捉宇智波兄弟，但被天照破解，都快速移动到另一侧，发动了骏马吕的草诀之舞，加上之前还没被天照烧完的蜘蛛网，两个忍术对宇智波兄弟形成了包夹之势。于是两人又开启须佐一前一后破解了斗的攻击，同时还趁机躲了起来。但是声音幻术是没法躲的，都接着一发魔笛梦幻音锁直接控制住了两人，连佑这样的顶级幻术高手也中招了。于是都切换大神丸的白灵大蛇发起进攻，在佑的提议下，两人用阅读和血灵眼互相解开了幻术，又立马开出须佐拿下了白灵大蛇。虽然伊叶娜美到现在都还没发动成功，但佑却一直说自己马上要发动了，说斗马上要失败了，来不停搞斗心态。但斗才不怕你虚张声势，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丝毫不乱。斗立马装死瘫倒在地，佑果然中击了，开始去确认斗有没有死。趁佑分神之时，斗迅速从白灵大蛇口中钻出，直接用查克拉手术刀将佑砍
成2阶，完成对鼬的第2次击杀。都掏出符咒准备重新控制鼬，佐助扔剑阻止，却被小白蛇叼住，于是只好上须佐，这才拦下了兜。佐助立马接上好火球，为鼬复原身体争取时间，但不敌兜的大瀑布之术，水和火的碰撞产生了大量水蒸气，兜并没有贸然进攻。此时鼬的秽土之身也复原了，鼬瞧见兜从小白蛇口中接过剑，想来时机已成熟，于是鼬便自杀式冲了上去，兜随手一剑再次捅穿鼬。最初的情景重现，触感重现，鼬右眼的万花筒显得远失明，一叶那美正式发动，将兜困入了无限循环之中。这场战斗虽以药师的失败告终，但兜的表现却依然可圈可点。除开前后2次又未发动一叶那美的自杀，兜凭本事击杀了鼬2次，没有鼬的保护，佐助也被兜击杀了3次。但没办法，为了控制住鼬，活吞佐助，都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与他们竞争，也才给了触觉幻术一叶那美发动的机会。但凡没那么多顾虑，但凡鼬这里不是秽土之身，那兜第2个回合就赢了。秽土鼬的表现当然也非常好，他的头脑和临场应变能力都远在佐助之上，有了秽土 buff， 确实干什么都没有顾虑了。须佐想开就开，大招也随便放。不得不说，秽土 buff 这个临时外挂对他的实力提升太大了，而佐助整场就像个呆瓜一样，只能给鼬打下手，和他自己单打独斗时简直判若两人。难怪大家都说鼬自带给队友降智的低 buff， 看来一点不假。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还想看哪场战斗的解析？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我是知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今天来复盘分析一下蝎与千代小樱一战。大家都知道，火影里90%的战斗都是在不公平的环境下进行的，要么存在情报差，要么两边人数不对等，所以最终的结果没法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凭什么别人用命换来的情报你直接就用上了？凭什么你是满状态，我却空蓝又残血？凭什么你能临时开挂，我却只能靠自己？凭什么你可以放手一搏，我却在被人拖后腿？凭什么你们几个打我一个，最后还要笑我弱？正因为各种的不对等，才让每场战斗都有那么多可讨论的地方。蝎与千代小樱一战就是这样一场充满争议的战斗，蝎是放水才输的，也几乎成了大家的共识。那本期视频就来仔细复盘一下这场战斗，看看蝎到底有没有放水。这场战斗是火影里最登峰造极的傀儡术的较量。傀儡术的强度主要表现在出其不意的攻击，让人防不胜防。其实所有的暗器都是这样，但凡带一点机关，对方就有可能反应不过来。想要躲避，需要对傀儡机关有足够的了解，才能预判傀儡的攻击。而这些能力，千代有，小樱没有。另外，为了提高傀儡术的容错率，傀儡师们都喜欢用毒。哪怕傀儡本身的攻击不足以致命，那后续的毒也能将你带走。千代和小樱虽都是医疗忍者，但解毒这种事光靠医疗忍术是不行的，他需要提取毒素，接触医学器材，化验成分，再寻找药材，精确配比，最后才能制成解毒剂。整个过程小樱花了整整1个通宵，所以如果你没有免疫和分解毒素的能力，那时阵中几乎没办法解毒。以公平性的角度来看，小樱提前制作的2支解毒剂算是在作弊了。第一阶段的战斗，率先进攻的是千代，一波抄袭刀被飞流虎的尾巴轻松破解。飞流虎是防御等级很高的傀儡，即便千代对傀儡术非常了解，但缺少爆发输出的他也破不了飞流虎的防。接着飞流虎来了2波密集的毒阵攻击，但都被千代轻松躲过。虽说傀儡师普遍不擅长近身战，更何况千代还只是一位身高1.49米的女忍者，但优秀的傀儡师是绝不允许自己有这样的短板存在。所以不管是千代还是蝎，他们的体术其实也很优秀。蝎对于千代能躲过毒针并不奇怪，可问题是小樱怎么也能躲过。翻看小樱的8项数值，体6、速6、力6，这体术水平只能用平平无奇来形容。他能躲过毒针，全靠千代用查克拉线对他的操纵。而小樱体术上的短板也将在后面的战斗中频繁暴露。绕过毒针后，小樱拉近了与飞流虎的距离，蝎准备用铁尾进行攻击，但铁尾却被先前千代抄袭刀带上的查克拉线缠住了。毕竟查克拉线是肉眼不可见的，蝎没能发现。小樱顺势一记樱花冲打碎了飞流虎，拿下了第一阶段的胜利。虽然千代破不了防，小樱躲不开毒针，可2人1+1就是发挥出了大于2的能力。战斗来到第2阶段，蝎亮出了他的杰作3代封印。这是蝎用他在20几岁时干掉的最强封印制作而成的人傀儡，可以发动3代封印生前所有的忍术。当然，蝎还给他装上了其他武器。这砍刀削铁如泥，直接斩断了飞流虎的尾巴。比一些花里胡哨却打不出伤害的忍术实在多了。小樱又靠着千代躲过了攻击。紧接着3代封印放出了大量机关手臂追击小樱。接着千代的操作，小樱又躲过一劫。
可谢的攻击还没完，三代风影迅速喷出毒气，又射出绳子绑住了小樱。这发毒气你吃定了。就这短短的几个回合的交手，让小樱速度上的短板暴露无遗。小樱和他师傅纲手一样，都是力量有余而敏捷不足。但凡对面速度快一点，技巧多一点，他们就只能被动挨打，全靠着医疗忍术来硬扛。他俩的战斗就突出一个字：莽。于是小樱又忙了一手，掏出起爆符，炸开傀儡机关和毒气脱了身。还没等小樱喘口气，谢又射出了毒苦乌。这种状态下，小樱已经无法躲避了。幸好千代及时掏出了父与母两具傀儡挡下了攻击。接着父母傀儡与三代风影上演了一场鬼畜般的血拼。千代和谢高超的技法也看得让人啧啧称奇。随后谢亮出了三代风影的秘密武器沙铁，第一发是沙铁石雨，小樱又躲不开，还是得靠千代帮忙。千代那边虽靠着激光盾风挡下了攻击，可傀儡进了沙被卡住了，同时还受到磁力的影响没法用了。一个傀儡保不住两个人，于是谢又朝两人来了发沙铁石雨。好在千代用自己的傀儡手臂施展激光盾风挡下了攻击。那会儿的设定还不完善，岸本还没有把磁力算作磁盾，否则以后其沾上磁盾攻击必中的特性，即便沙铁被挡下还是能继续追踪。那千代和小樱是不可能避开沙铁的攻击的。现在父母傀儡和千代右手臂都进沙报废了，想必千代也已经黔驴技穷了吧。于是小樱自告奋勇让千代操纵他来战斗，谢也将沙铁石雨转换成了沙铁劫袭进攻。这么大的靶子正中小樱下怀，小樱一拳一个应对的游刃有余。几个回合下来，千代感觉小樱差不多也看穿了谢的攻击模式，说即便没有他操控，小樱也应该应付得过来。这不是废话吗？这些沙铁块这么大这么明显，肯定很好打呀，这难道还需要什么技巧吗？见沙铁劫袭奈何不了小樱，于是谢转手来了一发超大的 AOE 沙铁戒法，小樱避无可避，身体多处被沙铁擦伤。自然了，这些沙铁也是带毒的。小樱喘着粗气倒在了地上，虽然中了毒不出3天就会死，但奈何谢不想留他到无根。这里谢有千万种方法干掉小樱，比如放下沙铁砸死小樱，或者再次发射沙铁石雨或者苦无等等。但谢偏不，他选择了最笨的一种方法，让三代风影去近身攻击。于是谢不嫌麻烦的操控着三代风影，七拐八拐的绕过沙铁，准备用砍刀取下小樱手机，结果中了小樱的计，三代风影被一拳给打了个粉碎。原来小樱使用了提前准备的解毒剂，分解了毒素，也趁着这个空隙，小樱给自己和千代恢复了一波。战斗来到第3阶段，谢脱下衣服亮出了自己人傀儡的本体，说自他加入小那场战斗后，已经很久没用过这副身体了。言下之意就是谢在加入小之前就已经把自己做成了人傀儡。同时千代还表示谢的样貌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没有变化。之前看九郎说过谢是20几年前离开的村子，现在谢35岁，也就是说谢把自己做成人傀儡的时候还不到15岁。三代风影是10几年前失踪的，那些就是在25岁左右干掉的三代风影。而在游戏的小创生动画里，谢召唤三代风影还要摇手指，风沙太大还要用手遮眼睛，看上去这里谢还是肉身啊，这与漫画给出的时间线严重不符，所以小创生有多少含金量不用我多说了吧。回到正题上，谢掏出第一个卷轴，喷出火焰，但效果不佳。接着又朝小樱射出腹部的绳索，没错，小樱又没躲过。好在解毒剂的药效还在，不碍事。这时谢扇动起两臂上的螺旋桨，朝千代飞了过去。可惜这里大意了，也太自大了，他没有回收刚刚射出的绳索，哪怕他已经注意到小樱拉着绳索再往回扯了，谢还是不以为意。最后小樱快了谢一步，将谢拖了回去，给打散架了。但不要紧，只要心脏部分没事，谢就可以无限重组身体。与此同时，千代也装好了自己的右臂，亮出了他的终极奥义劲松10人众。这10具傀儡是初代傀儡师门左卫门的杰作，强大的足以攻下一座城池。另外，傀儡师的造诣很大程度取决于他能操控的傀儡数量，10具傀儡可以说是凡人的极限了。但谢不管，改造后的身体可以同时操控几百具傀儡。谢掏出了他的第2个卷轴，放出了298具傀儡。是秘技百技操演，可拥有攻下一个国家的能力。之前三代风影被打碎后，谢说就算使用其他人傀儡也没有意义了。言下之意就是谢的人傀儡不止三代风影和他本体2个，百技里一定是有人傀儡的。其实想也知道嘛，谢10几岁时就会制作人傀儡了，怎么可能到了35岁就只做了自己和三代风影2个人傀儡呢？只可惜傀儡并不是数量多就占有优势，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数量多了就无法对每个傀儡做到精细操控啊。所以我们看到百击在前期被千代的10击压了一头，原先谢的攻击小樱都躲不开，现在也都能躲开了。如果我是谢的话，肯定不会让298个傀儡一起上，我就5个5个的用，10个10个的用，反正我查克拉多，耗也能把你们耗死。随着百击数量的减少，谢对傀儡的操作也越来越精细了。
千代的时机便很快被蝎给干烂了。还好小樱接过千代的封印术，将蝎钉在了墙上，封锁了蝎的查克拉，让所有的傀儡都宕机了。于是蝎又当着千代和小樱的面表演了一遍移形大法，转移到了千代身后，准备给他来上一刀。好在小樱及时挡了下来。不是一直有很多人说小樱不救鸣人是贪生怕死吗？这里小樱都可以为认识还不到2天的千代婆婆挡刀，怎么可能会对鸣人见死不救呢？这时千代也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他把解毒剂注射给了小樱，毒不起作用了，那就让你身体受苦。先用刀不停在小樱身体里旋转抽插，非常狠毒，接着又卸掉手臂，准备把千代一起给干掉。千代吊着最后一口气，把父母傀儡拖过来，刺进了蝎的心脏，终结了这场战斗。在如此虚弱的状态下，傀儡的动作自然快不到哪儿去，所以事后千代说蝎其实看到了他最后的攻击，只是没有避开而已。虽然蝎的手段十分恶毒，但他在内心深处尚存着一丝对亲情的渴望，这让他看到父母傀儡时有所触动，迟疑了一下，才葬送了性命。所以说蝎放水实在有点牵强，放水的意思是故意打输，但我们从头到尾都能感受到蝎其实是想杀掉千代和小樱的，只能说在最后关头，蝎的人性战胜了理智，突如其来的恍惚是他自己也没想到的。这场战斗放在《疾风传》开篇无疑是非常合适的。岸本用这场战斗告诉观众敌人更强了，真的不再像少年篇那样小打小闹了。西方杀铁戒法和百济时的那种压迫感，想必当年大家都感觉到了吧。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今天来复盘一下鸣人佐助和桃矢金氏一战。这场战斗一共有3个版本，剧场版是岸本编剧，优先级最高，漫画是小太刀右京参考剧场版重新制作的脚本。因为要衔接博人传主线，很多剧场版里不方便透露的信息都正式填进了漫画里。TV 动画则是黄晨曦导演，改动幅度最大。虽然动画和剧场版的观感都很好，但对鸣人佐助、桃矢金氏这几位主要角色的实力评级影响却很大。所以先明确一下，3个版本的优先级还是有必要的。这期视频会对比着这3个版本来解读。金氏的部分在上期视频中已有单独介绍，这期的重点就放在桃矢和鸣人佐助身上。那么点个关注，开始本期视频吧。为了回收地球上的查克拉，桃矢金氏空降木叶中人考试会场，场面失控后，鸣人顾着保护博人，被桃矢顺身一脚踢脸，飞出了场馆外。随后桃矢展示了他的轮回眼的能力，右手的轮回眼可以吸收忍术恢复体能，也可以将这些查克拉炼化成丹药来增强实力延长寿命。左手的轮回眼则是能将吸收的忍术巨幅增强后释放。接着博人的补给，桃矢蓄力起了尾兽域，同时释放了智手和武盾，将中人考试会场砸了个稀巴烂。鸣人立即开启了仙虎模式，展开了9位查克拉外衣来保护民众。佐助还在上面套了一层须佐龙护，只不过连带9位的半个头都被桃矢刮了下来，可见桃矢的几个小技能伤害还是挺高的。注意那颗尾兽域根本奈何不了鸣人。佐助表示鸣人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弹开，但是落到其他地方就不好了，所以鸣人只得硬扛。同时为了避免爆炸波吉村子，鸣人还得用9尾查克拉包住整个会场，相当于吃满了这颗尾兽域全部的伤害。随后鸣人便被桃金2人带走了，于是佐助迅速组织了救援小队去夺回鸣人。当他们到异空间时，鸣人已经被桃矢绑在神树上，吸了10几个小时的查克拉。就像鸣人后，我爱罗、达鲁伊和鸣人开始包夹桃矢，我爱罗打辅助，达鲁伊鸣人主攻击。佐助处理完金氏后也加入了这边，桃矢也因吸收忍术的情报泄露，此刻显得有些被动。但你要说鸣人、佐助、达鲁伊光靠体术能拿下桃矢吗？我觉得不太行。大家别忘了，桃矢可以飞，这3人光靠自己的话，拿桃矢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看着好像是达鲁伊在追着桃矢砍，可那完全是因为我爱罗在用沙子帮他垫脚啊。要是我爱罗不在场，这3个人就只能干瞪眼。飞行能力在高端级里太重要了，我们看动画的时候经常感觉不到大头目一族的飞行优势，就是因为他们一般都是主动出击的一方，很多时候都只能被迫在地上战斗。像是后面的伊势也一样，但凡不是他的寿命将至，需要尽快解决掉鸣人，那他只要飞高一点，耗的能把重离子鸣人给耗死。我爱罗的存在才让他们有了和桃矢叫板的资格。接着桃矢吃下金氏化成的果实，变化了新形态。漫画可能想突出些咒印这一元素，重新设计了外形，几只眼睛的配色也有变化，不知道白眼是不是也跟着进化了。从这里开始，剧场版漫画和动画就有了较大区别。剧场版里，四影在金
世砍神术时被波及，直接挂机下线了。漫画和动画因为删掉了金世砍神术，所以就新增了一段桃矢秒死影的情节。这里表现最好的还是五爱罗，沙子不仅能抓住高速移动的桃矢，还能接下桃矢一拳，黑土也能和桃矢简单过一招。大陆一和长十郎最拉垮，直接就被秒了。接着就是桃矢与鸣人佐助的战斗，动画和漫画在这里先加了一段长太鸣人和桃矢的体术战斗。动画里长太鸣人被桃矢血虐，漫画里双方竟然还打得有来有回。剧场版鸣人则是一上来就开启了仙狐模式，但是鸣人的战斗技巧比佐助稍差，一番操作下来就只打中了桃矢一拳，佐助的3发狮子连弹都有打中，不过都是无效输出。接着桃矢将鸣人夹在石块里，转去应付佐助。佐助想秀桃矢，结果被一锤子打飞。桃矢又接着一发火球，直接隔着须佐把佐助给烧毁容了。须佐虽然防御等级很高，但挡不住温度、声音、光线、气体这些东西啊。佐助甚至被烧得失去了意识，须佐也被桃矢捏爆了。这一局佐助完败。这是鸣人尾兽化后永久为查克拉治愈了佐助，然后手撕桃矢的犬丝贱命和智手。佐助恢复后，两人架起微装须佐能乎，砍爆了桃矢的岩原，取得胜利。漫画和动画里桃矢的体术依然拼不过鸣人和佐助，有没有动画这段桃矢被佐助的手里剑天舍利修的剧情都不影响对两边的实力评估，反正最后都是佐助被犬丝贱命打趴，靠着鸣人才脱困，但是鸣人尾兽化后也被桃矢的岩原压着打，穿上微装须佐后才翻盘。接着桃矢靠方柱博士补给完血复活，无差别扫射后用增幅后的影子控制住了众人。桃矢怕鸣人挣脱，还补了黑棒。另一边的佐助带着博人赶了过来，博人朝桃矢扔了颗小小的螺旋丸，但在中途就消失了。桃矢觉得肯定是威力太小了，扔不过来，就没去管。结果这是颗隐形的螺旋丸，桃矢中招后松开了影子，于是战斗来到了最后一阶段。鸣人帮博人搓了颗超漩涡螺旋丸，准备和桃矢的深红螺旋对轰。佐助负责佯攻，想着用天手力和草踢剑互换位置来偷袭，结果被桃矢一脚踢飞。可见桃矢的反应速度还是不错，毕竟还有很多人拿天手力根本没办法。说来也奇怪，桃矢能反应过来天手力，却反应不过来博人那么明显的偷袭，以致右手掌上的轮回眼被博人的影分身刺毁。更奇怪的是，博人传这几个大头目战斗时都不喜欢开白眼，只有在找人时才用一下，但凡他们全程开着，也不至于经常被偷袭啊。动画在这里的改编好太多了，让佐助用天手力呼唤苦无和千鸟来毁掉轮回眼，比博人用影分身直接刺毁更合适一些，也算是为后期桃矢报仇做了个铺垫。最后桃矢在深红螺旋与超漩涡螺旋丸的对拼中落败，这颗螺旋丸甚至冲破了云层，可见威力非常了得。整体盘下来，3个版本两边都有各自的高光，但佐助不管在哪个版本里都在被桃矢血虐，没有鸣人相救，大概率要躺这里。至于桃矢的实力究竟是什么水平，现在决断还太早了，毕竟人家已经傍上了主角，后面给他镀金抬咖加设定，那都是可以想见的。说不定这场战斗都是桃矢为了得到博人的身体才故意放水呢。因为在战斗刚开始，他就觉察到了博人的与众不同，还修了九尾的力量不能传递给博人。可能桃矢早就预料到了九郎们会死，既然拥有看到未来的能力，我就不信桃矢没有预见自己这次的落败，唯一的可能就是他故意的。大家觉得呢？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这期视频来复盘一下秽土长门与秽土鼬、鸡鸣、奇拉比一战。这场战斗在粉丝间的争议非常大，因为鸣人奇拉比全程智商掉线，被吐槽是鼬的拖油瓶；秽土长门也因为是由兜操纵的，被认为没有发挥出真正的实力。那这期火影经典战斗回顾，我们就着重来看看以下3点：一、鸣人和奇拉比出现了哪些降智行为？2、没有他俩，秽土鼬可以单刷秽土长门吗？3、兜操控长门真的不如长门自驾吗？那么点个关注，开始本期视频吧。先看两边的配置，长门和鼬都是秽土之身，秽土 buff 弥补了鼬燃烧体虚的短板，秽土长门取的是他生前放完轮回天生后的白发状态，都没有给他特质身体，生前是瘸子，秽土后还是行动不便。两人有都操控，但不是完全操控，毕竟都同时还在操控3代雷影等其他秽土忍者，注意力不可能全在长门一个人身上，所以当都挂机时，他俩能保有自己的意识，可以和鸣人正常对话，提供情报，但身体会根据以往的经验自
动战斗。像二代土影自身的战斗经验就很丰富，所以都选择让他自己战斗。只有在都上号的时候，绘图忍者才会被完全控制，按照都的意志行动。先明确这一点是为了方便后面好划分责任，以免你把高光时刻全算在一个人身上，把降智行为又全甩锅到另一个人头上。对面的精明是鸣人本体，但刚刚已经放出了上千个影分身，不是满状态。奇拉比有先前缴获的交击，但他不怎么会用。总的来看，对鸣人这边比较不公平。开局先攻的是鼬，以豪火球当障眼法，伺机接近奇拉比，但被精明拦截，于是又开始和鸣人肉搏。虽然两人打得有来有回，但我不认为鼬的速度和体术能媲美精明了。毕竟这里精明在向鼬打探佐助的消息，一直在叽里呱啦的说话，不可能精明的全力。接着长门开始动手，用万象天影吸住鸣人和石头对砸，但被鸣人用查克拉手破解。然后长门开始喊话鸣人，让鸣人把他和鼬分开。他怕和鼬联手起来，鸣人奇拉比不是对手。看得出来，这里长门还保有自己的意识，但结果就是分开后，鸣人拿分裂狗一点办法都没有。明明奇拉比在的话，还可以用封印术来对付分裂狗的。长门自己则坐着鸟飞到了天上，开始挂机看戏。另一边又绕后准备偷袭奇拉比，被识破后立马又接上了一发火盾，同时对比上了幻术。好在八尾拍醒了比，帮忙挣脱了幻术。接着比掏出7把刀，开始花式翻滚，将鼬逼到了尖嘴鸟头上。长门觉察到鼬马上要用天照了，于是提醒鸣人赶快避开。结果这发天照的目标是长门和他的2只通灵兽，都已经发现不对劲，但很快就反应过来是止水的别天神，让鼬摆脱了他的控制，但都仍不以为意，欢喜着自己马上就能得到止水的眼睛了，却没注意此时长门的身体已经快被天照烧烂了。都可能觉得长门会凭着本能用神罗天针弹开天照，或者是用恶鬼道的能力吸收天照，然而都没有。于是在长门中了天照整整8页，骨头都露出来了后，都只好上号手操长门，用神罗天针弹开天照。接着都又立马通灵出变色龙，让长门藏进了嘴里，靠着变色龙的隐身能力悄悄接近了鸣人他们。但奇怪的是，拥有恶意感知能力的鸣人并没有发现到长门的位置，3人被神罗天针突袭，弹飞了出去。都知道柿子要先挑软的捏，于是先跑去抓奇拉比，以害怕的立马萎缩化，用雷迪热刀进行反击，却遭恶鬼道吸收查克拉，补充好状态的长门从白发恢复到了红发。这时鸣人前来救驾，却被变色龙控住，都反手又用人间刀的能力抽取鸣人的灵魂。鸣人问长门这是什么术，但此时是都在上号，没搭理他。之前鸣人和佩恩战斗时没见过人间刀这项能力也就算了，但恶鬼道吸收查克拉的能力，鸣人总亲身体验过吧？但鸣人表示他忘了。而且就算要打，也是先打变色龙啊！你打长门，变色龙又不会放开你。接着都用地狱道的能力召唤出预言王，打算在抽出鸣人灵魂后，将鸣人的肉身带回去，重新复活。这时奇拉比赶来救场，却被修罗道拦下。这里也很无语，这么细的钢索，奇拉比竟然挣脱不开。总之，现在都一手抓一个，轻松拿下2个人柱力。至于漏网的鼬，有变色龙和预言王提防着，但又从轮回眼的誓言王区扔出苦无，废掉了变色龙和预言王的轮回眼。接着又驾着须佐能乎砍掉了长门的双手，救下了2人。可奇怪的是，被地狱道抓住的人才能看到阎王，并且阎王是没有实体的，阎王也只有在复活人时才会主动显形。可这里长门既没有和鼬接触，阎王也没有在复活人，那又为何能看到阎王？苦无又如何能插中阎王的眼睛呢？有没有懂哥来解释一下？此时都还是一种儿戏的状态，思考着长门还有什么技能可以用。于是还没等长门手臂完全复原，都就迫不及待扔出地爆天星来试试效果。可见地爆天星的前摇并不长，之前需要准备时间，只是因为当时长门的消耗太大了而已。被吸住的鸣人挤得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时又表示任何术都有弱点，提议各自都用最强的远程技能去攻破核心。于是比立马完全萎缩化，突出萎缩域。鸣人用风遁螺旋手里剑，又用8板勾玉。这里的主力自然是萎缩域，其他2个术算是个天头。粉碎掉地爆天星后，又立马开出须佐挡住了爆炸的余波，同时趁着爆炸产生的烟尘，迅速掏出10拳剑封印了长门，拿下胜利。从事后都的内心活动可以看出，他其实是察觉到了鼬的攻击的。这里一次刚刚被须佐偷袭一次，都是因为长门自己行动不便才躲不开的。所以整体盘下来，我觉得都的操作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不管是藏在变色龙口中偷偷放神罗，还是在被雷利热刀打中时迅速切换恶鬼道，或者是用变色龙配合人间刀扯灵魂，这些都是很亮眼的操作啊。换做长门自己，他真的做得到吗？注意，我这里是拿都和长门本人比，而不是跟屏幕前的各位大佬比。毕竟大家手操起来，岸本都要甘拜下风的。要说都的失误，当然也有，一是他不知道长门有着极强的感知能力，同时还被长门逆向追踪暴露了位置；二是都低估了长门的腿伤，他觉得用通灵兽就足够弥补长门的机动性，但实则长门的腿伤比他想象中要严重得多。都以为长门能躲开须佐，
左躲开10拳剑，结果以长门的身体状况根本办不到。至于鸣人奇拉比智商下限，我都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两人从头到尾都处于游离的状态，他俩的存在就像是给鼬试探长门的情报的，比如鸣人给鼬讲解地爆天星的原理，奇拉比从长门的视野盲区偷袭长门被发现，让鼬推测出轮回眼的视觉是共通的等等。鼬能2次打中长门，都少不了鸣人奇拉比的牵制和帮助。绘图鼬当然是这场战斗的 MVP， 但他想单刷绘图长门难度是很大的，而这场战斗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奇拉比，前期积攒的逼格后期全掉光了，所以不要靠近鼬会被降智的。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火影完结了这么多年，许多战斗至今都为人所津津乐道，这都要归功于出色的战斗设计，让观众在燃与爽之外还有更多的想法和思考，其中就包括战斗双方不对等的情报和状况，让最后的胜负有了争议。这期视频就来复盘一下鸣人与佩恩一战，看看两边在极度不公平的环境下让战斗如何再三反转的吧。先看两边的配置，天道刚放完超神罗，能力还没有恢复，只能先倚仗其他几个佩恩来拖时间。长门也因过量的查克拉消耗，身体变虚。鸣人这边则是各种装备和 buff 都拉满了，别人用命换来的情报，鸣人直接用，没有任何试错成本。不过其中也有一些是无用情报和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情报。其次，深作和文太三兄弟都是芝麻仙人通灵过来的，鸣人要是自己通灵，怕是比自来也当初难度还要大。毕竟一个在大平地，一个在歪七扭八的下水道里。第三，事先有小蛤蟆通报，鸣人得以提前在妙木山备下2个仙术充电宝，来提升续航。吸取自然能量需要身体不动，换作是遭遇战的话是很难办到的。在如此有利的情况下，鸣人当然也很自信，他让纲手通知大家自己不需要任何援助。そうですね。战斗开始，先手的是修罗道和畜生道，也只有这2个佩恩有点输出。结果修罗道被螺旋丸锤爆，畜生道的3只通灵兽也被鸣人扔给了蛤蟆三兄弟。这下没啥输出能力的恶鬼道硬着头皮也要上，鸣人一击挖足手就秒了他。接着鸣人又扔出风遁螺旋手里剑，畜生道反应比较迟钝，躲不开。长门只好送掉人间道来保畜生道，但此时鸣人的仙人模式也快维持不住了，蛤蟆三兄弟也一直拿不下分裂狗，所以必须要先干掉畜生道，不然会打得没完没了。于是芝麻仙人用仙法风遁吹取沙尘来干扰轮回眼的视线，又令文太吞下畜生道和鸣人，让畜生道丢失视野。鸣人凭着感知能力定位畜生道，直接2个丸子带走。长门一脸懵逼，完全状况外。鸣人这3两下的功夫就清掉了4个佩恩，也难怪有不少人说6个佩恩5个上人实力。这时鸣人的仙术查克拉耗尽变回了常态，见此天道趁机自己上，然而并没有打出优势。很快鸣人又续上了仙人模式，反手拍断了黑棒，踢飞了天道，扔出第2发螺旋手里剑，但却被地狱道复活的恶鬼道吸收。于是鸣人的目标又转向了地狱道，鸣人扔出烟雾弹掩护螺旋手里剑，恶鬼道二话不说直接开吸。可这发螺旋手里剑是鸣人变的，鸣人便顺势扑倒恶鬼道，并蒙住了他的眼睛。这样一来，后面真正的螺旋手里剑就不会被吸收了。可这时天道恢复了能力，一发神罗弹开了攻击，只可惜这是鸣人的连环计，鸣人趁着烟尘跳到了上方，并绕后干掉了后方的地狱道。虽说轮回眼共享视觉，可长门却一直让这3个佩恩盯着一个方向看，那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就只剩下了一个天道，可神罗天真并不好对付。阔鱼告诉鸣人可以抓住神罗5秒 CD 的空隙来攻击，圣座也准备用幻术来帮鸣人制造机会，但蛤蟆灵畅不仅乐章长，消耗的仙术查克拉量也非常大，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准备，也需要有人来掩护。可鸣人现在的仙人模式撑不过5分钟，充电宝又只剩1个了，还无法再分出影分身去制造仙术查克拉。总之这个战术的操作难度很大。这时天道清理掉了3只蛤蟆，用万象天影把鸣人扔给了恶鬼道。2位仙人在积攒仙术查克拉没法动，好在人柱力必须活捉，恶鬼道只好先吸收鸣人的查克拉。结果鸣人疯狂吸收自然能量，致使恶鬼道变成石蛙，也拖够了时间。2位仙人终于积攒了仙术查克拉，开始准备唱歌了，但神座却被佩恩给吸走捅死了。由此可以看出，蛤蟆灵唱知道虽强，但前摇实在是太长了，实战中用不用得出来，要打很大一个问号。接着鸣人也被佩恩吸过去，插倒在了地上。战前鸣人自己逞能，不让别人帮他，现在没人管他，也怨不得别人。鸣人试图嘴遁佩恩，结果长门的童年比他还惨，直接把鸣人给怼了回去，甚至把鸣人的意志都说消沉了。到这里，第1阶段的战斗就结束了。鸣人虽然一身外挂，也打出了很多很秀的操作，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也无济于事。恢复能力的天道拉下鸣人简直不要太轻松，要不是鸣人是人柱力需要活捉，鸣人已经被佩恩弄死2次了。
战斗来到第二阶段，雏田被插，鸣人包围。此时的神罗天真已经弹不开6位鸣人了，但鸣人蓄力的尾射玉却被万象天影抓了的石头打断，原地爆炸。但6位的力量让长门不敢轻敌，于是天道引诱鸣人靠近长门，好放地爆天星。长门也顾不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小兰的劝阻，放出了这颗地爆天星，封印了6位鸣人。可很快，鸣人的尾巴便增加到8根，冲破了地爆天星。为了防止鸣人暴走，四代帮鸣人恢复了意识，鸣人也重新开启了先日模式。这次天道提高了警惕，准备把鸣人先打个半死再说。但此时长门的状态非常糟糕，天道根本拼不过先明。接着先明故技重施，用烟雾弹和变身术准备来骗神罗 CD， 结果长门又上当了。不过好在还来得及躲避，但没想到的是，天道脚下的石头全是鸣人的影分身变的。天道又不得已放出神罗天真，鸣人靠着影分身撑住后，蓄力起螺旋丸准备突击。天道觉得鸣人5秒内应该冲不过来，就待在原地倒数神罗 CD， 结果影分身把鸣人甩了出去，鸣人赶在神罗冷却之前击中天道，反败为胜。这场战斗虽然最后是鸣人赢了，但很难说赢得很光彩。鸣人前期的高光全在打武道，天道一恢复立马就嗝屁了。后期长门放往地爆天星后大惨，鸣人却在水门的帮助下满血复活，占尽了便宜。可见这一时期的鸣人即便掌握了先人模式，硬实力还是差了喷一大截。不过长门的高光也全在硬实力层面，战斗之上真心不咋地。鸣人埋的每一个坑，长门都能精准的踩进去，同样的战术都能上当2次。后面被绘图后，长门用神罗弹起拉比短刀，飞天后挂机看戏，也能佐证长门绝非头脑派。或许长门在粉丝手操的情况下是有极高的上限，但你能想到的操作，长门本人不一定想得到哦。手操最忌讳的就是强行给角色增加智商。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不知道在大家心中，火影最精彩的战斗是哪场？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很多人都会推选佐助与迪达拉一战吧。这场战斗在不少朋友看来是火影战术设计的天花板，全程高能无槽点。在年初官方的10大战斗票选中，还因只取得了第10的名次，让不少人打抱不平。那么本期视频就来回顾一下这场经典智斗吧。这里先是战前两边的情况介绍，佐助刚打败大蛇丸，获得了白蛇之力，实力再次得到提升。在组建完蛇小队后，佐助便开始找寻小的下落，向右复仇，目标明确，其他人能不杀就不杀。另一边，迪达拉在小开会时得知他想亲手除掉的大蛇丸被佐助抢了先，所以他无法原谅佐助，于是便自作主张要去会佐助。先前迪达拉被鼬的幻术羞辱过，于是苦练了针对血灵眼的幻术对策，这次还是和阿飞2人组队一起出击，看上去迪达拉这边占了不少便宜。另外，雷克土的设定早在鸣人修行风遁螺旋手里剑时就已经做好了铺垫，卡卡西也践行过1次，所以并非是空降设定。战斗刚开始，先找事的就是迪达拉，他还顺便羞辱了佐助一番，可是人家佐助并没有招惹他。在迪达拉表明自己认识鼬后，佐助开始发起攻击，速度非常快，但被迪达拉躲开了。接着迪达拉撒下一把蜘蛛小炸弹，一部分被千鸟千本插飞了出去，一部分落到了阿飞身边。迪达拉正准备引爆时，被阿飞的求救声打断，蜘蛛炸弹并没有爆炸。这时佐助已窜到迪达拉身后，迪达拉紧急放出蜈蚣炸弹，但近距离引爆也波及到了自己，好在只是 C1 级别的炸弹，伤害很低。这一轮的试探看上去谁也没占到便宜，可佐助却从中瞧出了不少端倪。他用血灵眼捕捉到迪达拉施术时都结得土一对应，并且迪达拉在引爆蜈蚣炸弹时，刚刚被千鸟千本插中的蜘蛛炸弹并没有爆炸。于是佐助大胆猜想雷顿是否能让炸弹哑火，不过现阶段还不能确定，毕竟迪达拉有可能是怕炸到阿飞才没有引爆蜘蛛炸弹，这个猜想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战斗来到第2阶段，迪达拉捏出 C2 飞龙，又让阿飞帮他布置地雷炸弹，准备上下包夹。佐助用千鸟锐枪发起攻击，但已经够不到飞起来的迪达拉了。接着迪达拉便开始从上空风筝佐助，配合地雷，佐助避无可避。没办法，佐助只好周音化飞天躲避。迪达拉觉得胜券在握，一不小心大嘴巴泄露了地雷是自动爆炸的情报，这下佐助便可放心大胆的去证实自己的猜想了。为了不让佐助飞起来，迪达拉喷出了特大号炸弹，迫使佐助用翅膀来防御。但佐助在被炸飞的同时，扔出了大号手里剑和千鸟附魔的草剃剑，眼见佐助左边的翅膀一挥，没法再飞起来，迪达拉决定乘胜追击，却被手里剑骗出闪现。迪达拉立马喷出炸弹，可佐助却跳到了草剃剑上，避开了地雷。正当迪达拉反应过来，佐助的草剃剑是为了试探地雷的位置时，他已经飘到了草剃剑的正上方。于是佐助借力跃起，用千鸟锐枪
上砍下了飞龙的翅膀，让迪达拉跌落地面，同时回拉钢丝，让手里剑插住了迪达拉的双臂，让迪达拉吃满了自己的地雷伤害。佐助则用牵引射手把自己拉到了旁边的树林里，免受波及。佐助这波操作不仅很秀，迷惑性也很强。迪达拉一直以为草剃剑是用来试探地雷位置的，但佐助其实早就用血灵眼定位了所有地雷。草剃剑甚至是故意在往地雷上插，为的就是用千鸟父母的草剃剑来证实雷顿是否能让粘土炸弹哑火。迪达拉刚才不小心泄露了地雷无需他来引爆，是触碰就会自己爆炸的机制，更加坐实了雷顿克炸弹。迪达拉气不过自己连续落入佐助的圈套，又看到佐助那双和鼬一样的眼睛，跟那一脸淡定的神情，觉得身为艺术家的自尊被这对兄弟羞辱到了。于是迪达拉生吃粘土，发动了 C4， 并嘱咐阿飞赶快跑。只见一个巨型迪达拉粘土人偶朝佐助快速逼近，在迪达拉一声喝下，一群肉眼不可见的纳米级炸弹飞散各处，将路径上所有的动物都化为灰烬。看着佐助也被炸得尸骨无存，迪达拉露出了胜利的姿态，止不住的狂喜。可就在这时，两个硕大的血灵眼图案出现在他身后，迪达拉被佐助拉入了幻术中，无法动弹。佐助用蛇填补了半边翅膀，飞到迪达拉身后，以及千鸟避开了要害，洞穿了迪达拉。原来纳米炸弹虽小的肉眼不可见，但在血灵眼看来却蓝色一片，清晰可辨。佐助很容易就逃离了 C4 的攻击范围，并用幻术制造了假象，骗过了迪达拉。但是迪达拉预判了佐助的预判，他早就料到了佐助会和鼬一样使用幻术。先前与鼬战斗后，他就在积极练习如何破解幻术，现在终于是派上用场了。此刻佐助刺穿的是迪达拉事先布置好的粘土分身，这下佐助被粘土分身缠住，没法脱身。迪达拉再次捏出 C4 炸弹包裹了佐助，佐助避无可避，但为了不让自己被 C4 波及，迪达拉必须要拉开距离后才能引爆。可这时佐助却用雷切摆脱了粘土的控制，并快速向迪达拉靠近。迪达拉查克拉已然见底，没法反击，但无所谓，反正 C4 已经侵入了佐助的体内，他必死无疑。可迪达拉一声喝下，3楼的镜只是白蛇分身。与此同时，迪达拉又被佐助拉入了幻术中，这番幻术在迪达拉的预料之外，来不及破解。原来经过刚才的地雷战，佐助已经实锤了炸弹爬雷顿。刚刚的那发雷切不是冲迪达拉去的，而是冲自己。佐助用自残的方式让吸入的 C4 炸弹全部哑火，并且即便炸弹不被雷顿克制，佐助也依然留有后手。迪达拉从始至终都在佐助的算计之中。眼见大势已去，可迪达拉还想做最后的挣扎，只不过一切都是徒劳。但此时的佐助也消耗了大量查克拉，没了气力，谁胜谁负还不好说。迪达拉虽然没法起身，但他身上的2个嘴还可以用，粘土还有得胜，看上去他的赢面反而要更大一些。可还没等迪达拉笑出声，佐助镇定自若的样子便让迪达拉的笑容停住了。佐助又是一脸的淡定，甚至还关闭了血灵眼。这在迪达拉看来分明是佐助对他的挑衅，气得迪达拉更加抓狂了。明明都死到临头了，还装得那么淡定，简直跟他那个哥哥一样让人不爽。迪达拉愤怒到了极点，自己的艺术品还有身为艺术家的尊严竟被宇智波兄弟来回践踏，实在让他咽不下这口气。于是迪达拉脱下衣服，将剩下的粘土全部塞进了胸口的嘴里，他要用他的终极艺术埋葬这个目中无人的宇智波小鬼。攻击范围10公里，破坏力部署超神罗，宇智波佐助，今天你必须死。迪达拉的自爆让几十公里外都震感晕眩，而佐助却在爆炸时用幻术控制万蛇钻进了他体内，逃过了一劫，一人完成了对小的单杀。这场战斗是不少粉丝眼中火影战斗的设计巅峰，也是全剧中少有的人体换并用的战斗。佐助迪达拉2位忍者全程智商在线，高能对决，哪怕最后迪达拉被挑衅，在有机会活命的情况下依然选择自爆，也很难算得上是剧情杀。因为从一开始迪达拉就不是佐助的对手，佐助只想问出鼬的下落，根本无心和迪达拉交战，才在战斗中处处留手。而什么迪达拉开局飞天偷偷放 C4，这只是8友都有的手操。什么告诉佐助鼬的下落就不会死，这只是侮辱迪达拉尊严的权宜之计。每位忍者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性格，迪达拉本就是自尊心很强的一个人，自己的艺术被宇智波兄弟接连践踏，让他咽不下这口气，唯有自爆同归才能解心头之恨。而手操和马后炮通常都会自动无视角色的性格和尊严，怎么猥琐怎么来，才让每次战斗看上去都像是剧情杀。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